大家好，还是我张大刚。咱话不多说，直接接着讲寄生兽。上回我们说到，新一对岛田秀雄说的要让寄生兽和人类共存的事情半信半疑，因为他不知道岛田秀雄这个看起来就很凶狠冷酷的家伙到底是不是认真的。新一靠在窗边想得很入神，想到那些被寄生兽之前各种残酷的做法以及被残害的母亲，新一内心十分痛恨，露出了凶狠的样子。他的这个样子正好被已经想通并且主动来找新一的李美看到了，李美当然被吓到了，赶紧就走了。与此同时，加奈也因为自己有感应新一存在的超能力而陷入深思，正想着，他似乎感觉到新一来了，就立刻上前打招呼。没想到一抬头才发现，哎妈呀，认错人了！来的人根本不是新一，而是那个新来的转校生岛田秀雄。不应该啊，自己明明感觉到新一来了，怎么不是啊？之前自己的超能力都很准呢，咋就失灵了？正想着，岛田秀雄开口了，他觉得眼前这个女孩有着很敏锐的感觉，所以想带走加奈，问她一些事情。加奈当然不肯跟一个奇怪的陌生人走。争吵之间，新一正好来了。看到这种情况，新一以为岛田秀雄是想伤害他的同学，于是对岛田秀雄放了狠话。狠话不外乎就是那种如果你敢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把你怎么样怎么样的俗套句型了。所以岛田秀雄只是一脸我就看着你表演的无所谓的样子，回了句真可怕呢。说完几句，岛田秀雄就转身离开了。不过他似乎注意到了现在新一的右手反应很弱。岛田秀雄离开后，加奈刚想同新一展开话题聊下去，就发现李美从新一身后经过。加奈赶紧装出和新一十分亲昵的样子，还说为了避免自己再遇到岛田秀雄，你就送我去车站吧。李美看见这一幕，当然生气的跑开了。然后我们的男主竟然没去追李美，而是选择了送加奈去车站。好，这就很妙。在路上，新一告诉加奈，他的感应能力只是感应到危险人物身上的电波，并不是什么好事。以后要离岛田秀雄那样的人远一点，因为他不是什么好人。岛田秀雄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他还会变成海报上的帅哥去勾搭漂亮姑娘，以此来作为自己的食物来源。因为加奈及各种原因，新一和李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了。说起来，我们的女主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全新一吗？其实是有来历的，她和新一开学见面时就是这样问的。不过现在李美即使见到新一也不想理睬了。岛田秀雄就一直怀疑新一的右手迟钝的原因，于是他就躲在暗中试探。他觉得新一的右手多半是沉睡了，不然不会面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攻击也没有什么反应。岛田秀雄也着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啊，他刚刚转到新一的学校没多久，就已经凭借他那虚假的帅气外表赢得了很多女同学的青睐，比如玉子还偷偷画他的肖像图。但是朋友的话突然让玉子若有所思，伪造的脸，难道是伪造的脸？政府相关人员又到新一家里找新一的父亲了。新一的父亲对政府不将相关事情公之于众感到十分不解，但是他们却表示这么做是为了不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也不引起群众恐慌。就在讨论之时，新一正好回来了。在政府人员离开后，新一父亲选择了将当初新一母亲遇害的真相告诉新一，也就是寄生兽杀害新一母亲的事情。当时新一的父亲一直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所以也没有向新一讲过当时的真相。新一只是一言不发地听着父亲的话，他当然知道当时母亲的事情不是意外，而是因为寄生兽，但是同时他又不敢对父亲说自己右手的事情。不管怎样，政府相关机构已经对新一母亲遇害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并且已经根据新一父亲的描述画出了寄生兽，也就是他们口中的猛兽的图片。而玉子回家正好就看到了这幅图。至于玉子为什么能看到这幅图呢？其实玉子的哥哥是警务人员，他将那幅画带回了家，玉子回家自然就看到了那幅怪物的图片。虽然他问了哥哥，但是由于上级说过查清楚之前不能公之于众，所以也就没有对妹妹多说什么。玉子当然也就没有继续追问，他将自己画的岛田秀雄的肖像给哥哥看，问他能不能看出什么，但是哥哥只觉得是一幅普通的画像，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玉子究竟是想到了什么才会这么问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由于玉子之前觉得岛田秀雄很帅，对他芳心暗许，所以平时一直偷偷的观察他。正当玉子又发现岛田秀雄又一个人静静的等着什么，或者说监视着什么时候，突然一个天外飞球准准的砸向了岛田秀雄，然后他的头就缺了一块。但是当捡球的人过来问岛田秀雄有没有事情的时候，他的头又恢复了正常。好一个医学奇迹，直接震惊玉子一整年。看来这帅哥的脸果然是伪造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玉子躲在一旁的角角里，吓得瑟瑟发抖。这一次，李美又面无表情地经过新一身边，这回新一终于想着要跟李美好好解释清楚。我说，大哥，你可终于想起这事儿来了。就当李美就要离开时，新一赶紧解释说，上次加奈的事情是一场意外，自己只是被加奈缠上了。但是还没等新一把话说完，米奇就提醒新一，咱们的那个岛田秀雄同学要炸毛了。好家伙，每次要和好都发生各种事情，这明摆着是导演不想让二人和好啊。原来是光夫他们带人惹毛了岛田秀雄。新一知道后飞奔赶去，连李美都不管了。
只见新一一个纵身起跳，越过了3米高的围墙，然后帅气落地，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新一直接对着岛田怒吼，说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岛田则表示自己完全是无辜的，好不好？是光夫先带人挑衅自己。不管怎么样，新一让岛田赶紧离开，剩下的事情他来处理。光夫见状就很不爽了，老实说，这位社会光夫哥有些冲动和不自量力啊。新一一眼就看出了光夫带的所有人里面最强的人师野，并让人别再去惹岛田了。光夫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打满了问号。明明是新一第一次见到师野，为什么他能一眼看出师野的实力？师野听到新一这么说，心里当然是很不忿气的，自己如此强大，需要怕这么一个中学生，所以就过去试图给新一一拳。没想到这一拳下去，他瞬间就知道新一是个自己打不过的人物了，那还在这儿等什么？还不赶紧撤退？于是石野立马叫上光夫他们几个就跑了。李美还一直抱着新一的书包在校门口等他，见到新一过来，李美正准备把书包递给新一，不过说时迟那时快，没等李美反应过来，新一已经一把把李美拉到了自己旁边。原来是岛田来了，所以新一立马提高了警惕。岛田是来问新一最后把光夫他们怎么样了，是不是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我觉得岛田是来惹火的。听到岛田这么说，新一立马就火了，自己怎么可能是跟野兽一样不讲道理随便打人的人？岛田倒是毫无波澜的走了，毕竟他来惹火的目的成功达到了。新一在发火时无意拽疼了李美，李美当然感到很害怕。他觉得现在的新一不仅说着不同以往的话，还做着不同以往的事情，和之前的新一简直判若两人。总结一句话，你变了。新一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确实变了。李美感到不解，觉得如果不是新一一直在勉强自己，怎么可能会变成现在这样呢？接着名台词又来了，你真的是全新一吗？这回新一不像以往那样心平气和地回答了，而是暴躁地让李美闭嘴。李美听了之后很是失望，抱歉，我认错人了，然后转身就离开了。新一看着自己身上那个伤口，感慨若不是因为这个伤，自己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但是米奇却觉得新一现在的变化很好，不仅理性了，还强大了，这样有什么不好呢？晚上跟踪观察岛田的玉子还在不断回想白天发生的事情，他很清楚白天看到的绝对不是幻觉。岛田秀雄的头确实是缺了一块，之后又很快恢复了，正常的人类绝对不会这样。玉子越想越惊恐，就在这时，他看见岛田秀雄拐进了一个巷子，然后立马换了一张脸，能够立马改变容貌，能够立马变成另一个人，这根本就像是一个怪物。玉子立马想到了之前看到哥哥拿回来的那幅画，难道岛田就是哥哥要查的那个怪物？玉子立马去找哥哥，想问哥哥关于怪物的事情。哥哥给玉子讲了怪物的一些特征，竟然跟岛田完全吻合了。玉子开始纠结要不要把岛田的事情告诉哥哥，但是岛田毕竟是自己喜欢的男同学，万一是一场误会怎么办？所以他决定自己先去找岛田谈谈。哎呀，我的天哪，这位姐姐，你都看见他非常人了，还要去找他谈谈？迪迦奥特曼都不会这么单枪匹马的去专门找怪兽谈谈呀。然而我们这位玉子同学还是有一些安全意识的，他还专门去拿了一瓶药水，以备不时之需。岛田来了，玉子先是对岛田来了一段告白，然后对岛田说他什么都看到了，如果岛田真的是那个杀了人的怪物的人，请赶紧离开，不要再杀人了。岛田听了玉子的话，可不会有丝毫的感动，他只在乎玉子有没有把看到的事情说出去。玉子还一直在问岛田是不是杀人的怪物，岛田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差了，他直接就变成了寄生兽的原貌，并且对玉子起了杀意。玉子在一旁吓得目瞪口呆，自己喜欢的人原来真的是一个杀人的野兽。而此时新一米奇也感应到了岛田的举动，他直接一个拍桌，混蛋，不管老师和同学的目光，在上课时直接离开了教室去找岛田秀雄。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玉子将自己带来的那瓶药水扔向岛田，岛田砸碎了药瓶，药水洒到了他的身上，他受伤之后更加暴躁，开始疯狂的攻击准备翻墙逃走的玉子。玉子非常害怕，于是选择了从窗沿跳了下去。还好一棵大树起了缓冲作用，玉子摔到地上时才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也昏迷过去了。岛田不慎将药水吸入身体之后，开始不受自己控制。有人发现美术教室有异样，就来查看。他们看到岛田时，以为岛田是一个戴着头套搞艺术的学生，于是就上前询问，结果被岛田一击毙命。学校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有怪物入侵学校的事情，米奇也感应到发出混乱信号的岛田正在往新一的教室赶去。知道这件事情后，新一十分紧张地奔向教室。学校的老师领导知道情况后，立刻组织学生疏散。很多学生以为又是什么不重要的演练，所以没当回事儿，十分散漫。就在这时，大家发现李美并没有出来，新一赶紧跑回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李美，还看到岛田秀雄不断攻击学生。想到上一次和李美告别，很有可能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新一内心慌乱无比。就在这时，米奇告诉新一，岛田现在正在3楼，李美到底怎么样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让我们下期再接着看下去。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评论、加转发哦，拜拜。